赵露思戴头套被曝脱发危机，精神疲劳重度脱发，网友心疼不已。当赵露思戴着头套的照片曝光后，看到她脱发和精神疲惫的挣扎，网友们都心疼不已。这位女演员似乎正在经历脱发危机，这让她的粉丝非常担心。在拍摄古装剧《隐神》期间，知名女演员赵露思遭遇了一场惨痛的打击，她的爷爷去世了。悲痛欲绝的她毅然复工，却被狗仔拍到黑眼圈浓重，无法掩饰疲惫之情。近日，网友们看到赵露思最新的晚宴照，发量似乎稀疏不少，接缝处十分明显。这些照片引发了人们对她可能秃顶的担忧，甚至让她登上了热搜结果。直到7日，赵露思参与王安宇的最新古装剧《神隐》才被公开。在此公告之前，这位女演员一直忙于拍摄工作。拍摄期间，赵露思在片场得知爷爷去世的噩耗，倒地不起。鉴于此消息，她及时取消了备受关注的微博之夜。赵露思在和工作室人员进行着意志较量的时候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然而，照片显示她的眼睛下方有黑眼圈，这是一种化妆无法掩盖的疲惫迹象。尽管粉丝证明她完美的肤色，但她的工作和个人承诺似乎将她推向了边缘。尽管如此，赵露思却很少表现出疲态。赵露思最新的晚宴照中，她戴着黑色口罩和黑框眼镜，她的全黑套装给人一种瓷器般皮肤的错觉。为避免遮挡，她将头发扎成公主发髻，结果从额头到发梢有2条明显的发缝，引发网友关注。最近有网友观察，赵露思无论是披散还是扎成马尾，蓬松的头发总是遮住头皮。然而，她最近的照片表明，这位女演员可能因精疲力尽和经常戴头饰而出现严重脱发。在照片中，她的头发显得稀疏、凹陷、分叉。网友纷纷评论此事，有人警告说熬夜和精疲力竭导致脱发，也有人认为头发分叉是自然现象。此外，还有网友表示体重过轻会导致脱发。揭开片场头套痛的真相，以及她与赵露思不落俗套的发型有何关联，网友们不禁注意到了赵露思奇特的发型。她的头发现在更丰满卷曲了，然而她以前的照片显示她的头发没有这种扭曲。这种突然转变是否有更深层的形而上学原因？有人猜测她在拍摄期间频繁使用头巾可能是罪魁祸首，但是还有别的解释吗？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谜团。起初，在之前的照片中，赵露思的头发看起来浓密蓬松，她的发际线看起来自然饱满，没有任何脱发或秃斑的迹象。然而，在最近的一次照片拍摄中，她的发际线变宽了，而且似乎正在经历轻度脱发。这种变化的原因仍然是个谜。经常出现在镜头前的赵露思，拍戏的时候戴了头巾，头发很伤。头巾不仅压迫头发，还会抑制头皮的呼吸，最终影响毛囊的生长和健康。此外，造型和化妆需要会造成额外的伤害，甚至脱发。然而，这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系仍不清楚，可能只是意识。想知道如何保持赵露思令人羡慕的身材吗？消息人士称，这位女演员会照顾她的头发护理和全身健康。除了使用滋养护发素和柔顺剂滋润头发外，她还定期修剪发梢以防止发梢分叉和断裂。此外，她避免过度使用化学护发产品，以尽量减少对头发的伤害。综上所述，赵露思的发型变化和脱发很可能与拍戏和头饰需要有关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与形而上因素无关。为了保持头发健康，赵露思遵循严格的头发护理程序，并将健康的生活方式放在首位。从奥特曼腕表看时间与勇气的关系，吴磊小细节爆料感慨满满。近日，在接受《虎场酷刑》采访时，吴磊透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有趣故事。原来，在他生日那天，周雨彤送给了他一块奥特曼手表，让他非常开心。这件礼物他一直保留着。这个小细节也再次点亮了我们小时候心中那个热爱奥特曼的男孩。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，奥特曼代表着力量、勇气和正义，是一种文化符号。而手表
则代表着时间的流逝和珍贵的回忆。两者的结合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时间与勇气的关系。正如奥特曼在战斗中需要勇气和力量，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和挑战也需要勇气，而过往的经历成为我们内心的财富和宝藏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好友周雨彤送给吴磊的礼物也体现了友情的珍贵与传承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忽略身边的人和事，但这样一份简单的礼物却能让两个人的感情得到更深层次的升华。这也启示我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应该珍惜身边那些与我们一起成长、走过岁月的人，因为友情和人际关系是构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部分。总之，这个小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。无论是奥特曼文化与时间与勇气的关系，还是友情的珍贵与传承，都值得思考和体会。毕竟，珍惜当下，关爱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关爱身边的人，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。23岁易烊千玺饰演霍去病，35岁朱一龙饰演卫青。网友提名胡歌、吴磊。网传易烊千玺和朱一龙要合作，两位男主将在宁浩的新电影《大汉英雄》中饰演霍去病和卫青。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，毕竟卫青和霍去病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尤其是霍去病是家喻户晓的青年才俊，权贵家族从新郎变成了女婿，应该是智商极高、隐忍无比的人。网友们觉得易烊千玺和朱一龙的气质有点不搭。霍去病和何为清是汉朝非常传奇的人物，他们都是大将，又是同朝的官员。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，霍去病小年纪就与卫青平起平坐，不幸的是他24岁就去世了。卫青也不是什么长寿的生命，两人去世后，家里的亲人也没有好下场，卫青差点被灭口。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悲情的人物。是的，所以演员最好有一种悲伤的感觉。不少网友认为胡歌和吴磊最合适，两人也适合演着舅舅，而且他们的体型更适合演将军这个角色。卫青是新郎出身，由于他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，他的姐姐卫子夫再次入宫，从此家族兴旺发达。担心外戚垄断，卫子夫失宠，卫家终将覆灭。卫青应该是一个善于谋划的有思想的人，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长相，找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人。胡歌演的梅长苏很合适，他觉得可以默默算计谁。只有拥有漂亮的容颜，观众才会相信新郎可以一步步登上高位。卫青是私生子，母亲是平阳公主的侍女，他从小就成为公主的伴郎，长大后因战功被封为将军。卫青和他的侄子霍去病立下了很多战功，他们的3个儿子也都获得了荣誉。全家5男被封为侯爵，卫子夫被封为皇后。一时间，卫家权势势不可挡。卫子夫生下了当朝太子刘氏，卫青利用联姻将卫家变成了贵族阶层。他娶了长公主，继子娶了卫子夫的女儿，姐姐是皇后，侄子是王子。他的座位2000多年后，我们都能听到他的算计有多大。这样的角色一定是精明到连皇帝都忌惮忌讳的地步。朱一龙的形象气质比较适合公务员，他离之中小公公的脸很近，有一种可爱和柔弱感，眼神很无辜，真不敢想象他演卫青。易烊千玺最让人同情的人物是李密，一个志在丞相的才子，小年纪还在修道修禅。霍去病同样是私生子出身，却比卫青强多了。他从小就受到娘家人的宠爱，他小时候姨妈当过皇后，舅舅是将军，从小生活环境就挺好的，性格也比较刚烈。承认失败，司马迁曾批评霍去病不节俭，因为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和宠爱，相比于舅舅的谨言慎行和勤勉尽责，霍去病喜欢享乐。后方提供各种丰盛的食物，吃不完他也不愿意给士兵吃。他有一个非常冲动的性格。卫青在漠北之战中与大将李干发生争执，李干一气之下打伤了卫青，卫青没有公开此事。霍去病知道后，
竟开枪打死了李干。汉武帝的舅舅也包庇霍去病，然而霍去病一生只有这2个缺点，他仍然是英雄，为国家献身。网友们认为霍去病最让人同情的演员应该是吴磊了，他有英气和老练，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。霍去病17岁在漠南击退匈奴，19岁成为骠骑将军，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。可以说他和汉武帝有很多意见。霍去病擅长打快、狠、准，两人做事都具有冒险精神，可惜24岁就去世了，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年轻将军。他有远大的抱负，霍家无家可归，生怕爵位落下，便收养了他的侄子，在他的名下。原来霍去病的生父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才见上一面的，因为看上了他的爵位和财富，但后代配不上他。最后霍家将所有的家庭都抄了个遍。霍去病其实很伤心，长大后不被亲生父亲认出。疑惑过后，我觉得他还是挺适合演这样一个悲情决定性的角色的。霍去病年纪虽小，却始终站在家国的角度，他从没想过自己。最后他受了很大的痛苦，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。为了保家卫国，他坚守边疆，从未离开，否则好好休息也不会在24岁的时候死去。卫青去世之后，和他相比，虽然也考虑到了自己身为将军的职责，但他还是很在意魏家的利益。他用这样的多层联姻网络，以为自己可以保住魏家子孙的财富，等太子登基就稳了。不料汉武帝的小舅子残忍地逼死了卫子夫和太子，将旧卫氏灭了个干净。卫青这个历史人物需要一张很深思熟虑的脸来表现，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。